好，各位，今天直播就这么开始啦！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小弟今天呢要跟各位好好的讲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我们要跟各位聊的呢是《星际大战》续集，不是那个电影的《星际大战》，是美国的那个《星际大战》，一兆2000亿的空中神盾哦。挡不住$500做出来的首座无人机呀、那所以我们会讲到黄金琼7800颗卫星、西方之言 Altius， 还有排好班表的中国工厂。你知道吗？黄金琼起跳至少1兆2000亿美金。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喽。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一个题目哦？原因很简单，而且我跟你讲，我一定要特别说，我今天本来想要早点睡觉的，结果没想到 Cloud 一直出问题，出到图片做不出来，所以我只好拖到现在了。那我们就快有效率的直播开始。顺带一提，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如果今天的目标达成，我们明天就会制作7.7事变卢沟桥事变特辑，特别是分析为什么解放军在7月6号中午12:01要发射巨浪3型落在日本的经济海域尾端，它有它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各位有空今天抖内嘛，20个黄色超级留言目标就达成哦。那到时候就可以看一看了，好不好？这个有空请各位讲一讲，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来，我们今天要从一部40年前的电影开始讲起。1983年的时候，雷根总统上电视，跟全美国人宣布一个计划。他说：“我们要在太空建一套防御系统，用雷射、用卫星，苏联射过来的核弹在半空中就打下来。”这个计划的正式名称叫战略防御倡议，英文缩写叫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SDI）。但因为它听起来太科幻了，所以媒体就跟他取了个绰号“星际大战”。我跟你讲，这个计划最后花多少钱拦下几枚飞弹呢？答案是什么？几百亿美金砸下去之后啊，一颗飞弹都没有拦过，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根本盖不起来，以当年的技术跟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做。那好，这是一场心理战，一场对苏联的财政恐吓。你只要敢继续军备竞赛，我就把你拖进太空，看谁先破产。没想到这个心理战很成功啊，最后就是苏联先破产。苏联当年真的被吓到，投入了大量资源回应这个根本没有机会追上的太空幻想，这确实加速了苏联后期的财政崩溃。所以 SDI 的战机不是拦下任何一枚飞弹，而是把对手吓到把自己的钱烧光。这是一场不需要真的盖起来，只需要让对手相信你要盖的戏。而且雷根果然是一个演员，他演得非常成功，就让苏联就这么破产了。来，记住这个逻辑，因为今天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 Golden Dome， 川普的这个黄金琼的概念到底是真的要盖一面神盾，还是又一场让对手相信你要盖的戏？如果是后者，那1兆7500亿、1兆2000亿就不是拿来保护美国的，是拿来下一盘大棋的筹码，想要把中国拖下水。但这一次筹码会输哦。好了，40年过去了，2025年1月，川普签了一道行政命令。2025年5月20号，他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正式宣布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叫什么？叫做 Golden Dome 黄金琼计划。它一开始其实叫
American Iron Dome for America， 美国铁穹跟以色列那个铁穹同名，因为川普一直说我一做出来这个之后，我就再也不需要做军备竞争了。但是因为川普喜欢黄金，要听起来更气派，所以改名叫做黄金穹。川普站在椭圆办公室，身后一张大图板，我看看我有没有抓到这一张图，身后有一张大图板，阿干没有。好，那这一张图没有存下来，来，我们看川普的这一张，哎，看不对，是这一张哦，来，这一张是真是在白宫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身后一张大图板，我跟你讲，他们的技术还是很弱的，真是输出的。画着一个金色的穹顶，照过全美国，上面写着大大的 Golden Dome for America， 给美国的黄金穹顶啊。他说什么？他说这套系统要彻底终结美国本土的飞弹威胁，3年之内完工，也就是从他这一任期结束之前，总预算1750亿美金。听到这里啊，在听直播的各位，如果你觉得这个场景有点熟悉，你直觉是对的，因为这就是雷根那场戏的续集，同样的太空防御幻想，同样的科幻感，同样的一个我们可以打造一面完美的盾的承诺，差别在哪？差别在于雷根那场戏的对手是苏联，川普这场戏的对手是北京呐。所以啊，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不是黄金穹能不能成功这种军事迷的问题，有机会有空有人定做这个题目我在讲。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一，这面盾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最后谁要付？第二，物理学跟经济学怎么从根本上就判了他死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当美国在天上盖一面数以兆计美金价格的盾的时候，地面上真正在改变战争的是一架500美元的无人机，而那架无人机的零件呢，来自哪里呢？3件事情串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从基辅一路连到台北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结局，科幻小说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帮我们写好了。所以今天不是一堂军武课，而是一堂关于钱、物理跟供应链的课。看完你会发现，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从来不是谁的武器最炫，而是谁算得清这笔账，谁握得住那条供应链。来，我们要正式进入这个正题了。但是同时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还是要跟各位炫耀一下本人的做动画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什么叫越来越强呢？就是我为了这一集特别做一个红眼机甲兵的动画给各位炫耀一下。你看当年为什么我会提到红眼机甲兵呢？是因为如果你有看过这个作品，我现在已经被他搞到不知道到底结束了没。红眼机甲兵讲的就是类似黄金穹的概念，也就是在近未来的世界里面呢，因为有一个超级卫星叫做欧毕达斯之眼，它封锁了所有的战略轰炸机，所有的战略型的武器，甚至包括战斗机都不能起飞，所以才变成要有画面中的这些机甲兵 SAA 来作战。那但是说归说，我只是给你看一下，证明我现在做动画很厉害，有没有已经到了这个卡通等级？这是由小弟本人一个人开始做的。那但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啦。那但是我觉得做的开心就好，而且我做好几个版本，你看是不是很棒？我自己都觉得很棒，还做了有斗篷的版本。但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仔仔本身的一个个人浪漫。我们还是一边要讲川普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呢，谢谢 Canasify 送了一张红牌。那所以这个先讲为什么我们说 Golden Dome 真的挚爱难行，是因为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开出来的价格呢是1750亿美金，这个数字呢换算出来啊，大概就是怎么说呢？大概就是新台币5兆多，新台币5兆多。
但是我这个尺寸做的有点奇怪，好，算了，不重要啊，就是给大家瞄一瞄、看一看而已。那5兆多的概念是什么？5兆多呢，就是当你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很奇怪。川普宣布完之后，美国国会有一个单位，就是我刚讲国会预算办公室 （Congressional Bureau of Office 吗？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这个单位是干嘛的？这个单位呢，是美国国会自己养了一群精算师，专门帮国会算各种法案、各种计划到底要花多少钱。他是无党派的，他有点像我们的立法院预算中心，他的工作就是泼冷水，算真正的账本。听直播的各位，我先强调一件事情很重要，等一下我引用 CBO 的数字，不是因为我觉得 CBO 是什么权威、什么圣旨，刚好相反，因为他们就是一群会计师。我引用它是因为连美国自己国会养的精算师，这群最了解美国国防预算怎么运作的人算出来的数字，都跟川普差了10万8千里。这叫做川普的野心，连自己人都不信。CBO 在2026年5月12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说了什么？他说，如果真的要照那一份行政命令的规格盖一套涵盖全美国、跨越太空的多层次防御系统，这份报告算了什么东西？20年开发部署营运的总成本是1兆2000亿美元，1兆2000亿哦。各位，川普讲1750亿 ，CBO 讲1兆2000亿，差几倍？差快7倍，而且还没完。从这1兆2000亿里面，最贵是哪一个？是太空那一层。那些要挂在天上的洲际拦截器，英文叫做 Space-Based Interceptor。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光是这一层就占了整个计划取得成本的70%，总成本的60%，换算下来大概7400多亿美金，就是为了在天上挂一堆飞弹发射器啊！有没有更夸张的估算？有一个保守派的智库叫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它里面一个研究员2025年9月发表分析说，如果你要做到全面而且接近完美的防御，那个数字会飙到3兆6000亿美元。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现在心里的 OS 应该是：那到底是多少？1750亿吗？1兆2000亿还是3兆6000亿？答案是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盾根本还没盖，所有的数字都是推估。但是这正是重点。谢谢西罗阿马达抖了一个红牌。那当一个计划官方讲的价钱跟独立精算差7倍的时候，最乐观跟最悲观的估算差20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计划的成本是失控的。来今天有网友讲说，妈，我最讨厌你的头了，你的头永远都挡在图的正中央。好，我知道这个，我也觉得是个心头大患，但我最近要开始改规格，就是把我的头这一边的图呢，让它不要做。谢谢 Gas 是抖了一个芒果刨冰。好，但是这个是旧版，我懒得全部改啊，很抱歉。那好，负责盖黄金琼办公室主任是一位空军上将，叫盖特林 Michael Gatling。他在2026年3月17号，在一场叫做 Make a List 的国防会议上喊了一个数字，叫1850亿美金，交付时间要拉到2035年。听起来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1兆2000亿低很多，对不对？但 CBO 怎么回应？ CBO 说，你这个数字这么低我们办公室呢，只有2种可能，要么你打算盖的架构比行政命令写的要小很多，要么你把一大堆成本藏到别的预算科目去啦。我讲白一点，这就是政府采购的经典套路，先用一个漂亮的低价把计划启动，等钱砸下去，盖掉一半，骑虎难下了，真正的账单才会一张一张寄来，一张一张说我们要持续进行，必须要再追加预算。哎呦，
Rosa Knox，我说你妈不读书！你每次来我这边问不读书的问题，为什么特别指陆基飞弹？因为陆基飞弹最便宜。纳达讲的是，当美国的航空母舰靠近中国大陆本土的时候，陆基飞弹的量最大，最难以相互保证毁灭，数量多到你拦不住，懂了吧？数学很简单，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潜射、空射有多少颗飞弹，你的载台会被打掉的。干，我有时候觉得妈鸡巴，我人生就浪费在回答这些智障问题上面。陆基飞弹价格最便宜，数量最多，最难以反制，而空基、海基、潜射都有被反制，一颗打掉整艘船的问题，好吗？量大管饱，懂不懂？操妈！解放军每天在那边讲远火量大管饱，就问你说，为什么他们只怕陆基飞弹呢？为什么你这么笨，不会用手算？来，继续讲。经济学里面这个说法有个名词叫做沉没成本谬误，叫做 sunk cost fallacy。意思说，当你已经投入大笔的钱，就算你发现这件事情根本做不成，你也很难喊停，因为喊停就等于承认前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所以你会咬着牙继续投，越投越多，最后被自己已经花掉的钱绑架。在听直播的各位，黄金琼就是一个为沉没成本谬误量身打造的计划。先拨250亿启动，等这250亿花完，卫星射了几颗上去，产业链都绑定了，这时候国会敢喊停吗？不敢呐，因为喊停那250亿就白花了，而且政治上会被骂说浪费纳税人的钱，于是只能继续拨继续盖，一路拨到那个1兆2000亿的无底洞。这不是 bug， 各位，但这是一个 feature， 这是一个执政者的偷工秘技，低开高走，本身为了就是让你停不下来，钱从哪里来？目前已经到位的是2025年7月那个大而美法案里面，大概240亿到25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注意，这只是启动，相对于1兆2000亿的总盘子，哎呀，这个250亿连零头都不到。在听直播的各位，记住这个结论：一个总价1兆2000亿，实际只拨了250亿的计划，现在正在告诉全世界，它3年就能保护整个美国。只要当局说预算控制得很好，我们只需要这些钱，你就一定要开始担心你的荷包啦。而且更重要的，各位，你知不知道刚刚那个网友说什么啊？为什么只谈陆基飞弹？你知道央视军号？我最近为了做这些功课，我跑去看央视军号跟那个什么中国军号，他现在在宣传的是什么？是那个陆基弹道飞弹，一人可以完成发射，一人完成发射，什么意思？他的假设就是一整个飞弹班他妈全死光了，剩一个人，那个人可以照样开着这个飞弹发射车完成导弹树立，完成瞄准目标，完成启动，完成发射。这个东西呢，就是他的意思说，假设整个班死光，剩一个人，那个央视军号强调的是，我就算剩一个人，我这一台弹道飞弹我也射得出去。哦，是央视7套，是不是？不好意思，我是在刷抖音看妹子跳舞的时候看到的。那你看这个想定多严苛，意思是说我这一整个班，也许是9个人，也许是2个班18个人，就算全死光，只剩一个人，每一个人懂得开车，每一个人懂得树立飞弹，每一个人懂得进入新阵地，每一个人懂得输入目标，每一个人懂得发射。那你看，妈，这我觉得很夸张啊！西罗阿马达，谢谢你的橘子。所以我再继续往下讲，来，就算美国出得了这么多钱，那出了一个问题，物理上盖得起来吗？我先搞懂一件事，为什么黄金琼一定要往太空跑？因为飞弹最好打的时候是刚发射还在爬升那3到5分钟，叫助推段，它的速度稳定，速度不快，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欺敌的动作。
哎，这个时候你要在别人刚发射的3分钟内打到它，你的拦截器就得部署在对方发射场的正上方。地面上的飞弹基地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地球是圆的，你隔着半个地球看不到别人发射了，所以你只能把拦截器丢到太空，丢到300到500公里的低轨道，让绕着地球一直转，总有几颗刚好把对方投上。包士力说音画不同步什么问题？是你一开始没有 load 好 reload 就好了。来，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他妈，你一说想太简单，干你去骂你家央视啊？那白痴吗？对岸网友还要在那硬杠，你有种去骂你们家央视？央视出来的东西，我只是照着看呐、啊。我他妈又没有要检讨这个题目，你跟我讲，哎呀，想太美啊，想太美，去骂解放军啊，去骂中央军委啊，干我屁事？他又不是我的中央军委，智障！来，好了，我再往下讲，我再往下讲。听起来很合理，但问题来了，低轨道的卫星绕地球一圈大概只要90分钟，跑得飞快，所以任何一个时间点，你的卫星大部分都在地球另一边，只有一小部分会刚好在你需要的位置，就刚好有那一个部分，那怎么办呢？你得要挂非常多颗，多到不管什么时候都保证有足够的卫星在正确的位置上。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算出来数字是多少？各位坐稳了，光是要拦住10枚，各位只有10枚弹道飞弹，由一个区域对手同时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需要在天上部署一个由7800颗武装卫星组成的星座，7800颗。这什么概念？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卫星群是马斯克的星链，第一代规划大概4000多颗。CBO 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讲了7800颗，只是为了拦10枚飞弹。如果对手是中国或俄罗斯，一次射几百枚呢？那个数字会膨胀到什么程度？连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都不敢讲，他说要好几倍，他要好几倍。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富士山下邱小姐讲的没错，陆基导弹就算它一半掉在坑里面，只要它飞弹可以竖起来，射出去之后就可以校正啦。你他妈你以为它是什么高铁是不是？一定要在很精密平衡的路上走？你不对，妈去读书好不好？去读书，真是妈的干贝爷。说妈，你暑假翻墙出来就去看 A 片了。我推荐 Miss AV， 我推荐啊，那个名字我忘记了，算了。好了啊，不要在那边瞎鸡巴讲。来，你知道更麻烦是，你可能也不知道。如果我不做功课，我以前也不知道，Elon Musk 的低轨卫星是会到期的。到期意思是什么？你在低轨上一直转，一直转，最后会因为大气层的关系，最后你磨损，最后会烧毁在大气层里面。这些卫星呢，挂在300到500公里的低轨道，那个高度还有稀薄的大气会产生阻力，所以这些卫星的寿命大概只有5年，5年就被大气拖下来，重返大气层的时候会烧掉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不是挂一次7800颗就没事了，你在20年之内，为了随时保持有7800颗在天上，你要发射的卫星总数是3万颗，3万颗。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天上3万颗卫星轮番上阵，5年烧掉一批，再补一批，钱就像流水一样源源不绝的倒进太空，烧成一道又一道的火光。不是啦 ，Zavir 说台湾不交同步轨道，我跟你讲，台湾交同步轨道，但是同步低轨，很多人是不知道，它没有办法永久运转的。这个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我以为同步低轨道还是可以一直转，一直转，但我只知道同步高轨道没问题。我不知道 Elon Musk 的那个星链摆明就是要消耗一直补的。所以哈，
这个大家都彼此互相学习，我们继续往下走，对不对？来，所以为什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敢说，就算你花了1兆2000亿，你也挡不住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攻击？因为你在物理上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坑，跟时间有关。前面有讲，助推只有3到5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人类来不及反应。有一份美国物理学会的报告算过，如果你要拦10枚齐射的飞弹，完全交给人工智慧自动决策，不留人类判断的时间，也就是人工智慧决策就射出去。你不要再给人类说啊，我等10秒给人类判断是不是？你需要16000枚的轨道拦截器同时在天空上转。但你如果要留30秒给人类判断啊，是不是真的攻击？要不要发射飞弹去打它？这个数字会暴增到36000枚。各位，你看到那个残酷的取舍吗？你要么多花1倍的钱，多挂2万枚卫星，只为了保留人类最后30秒判断要不要按钮；要么你把开火的决定整个交给 AI， 这就跨过了一条很可怕的红线哦。一套会自己决定要不要对别国发射武器的自动化太空系统，30秒人命关天的30秒，到底要不要交给 AI 演算法？这已经不是军事问题，是文明问题。美国有没有想过别的办法？有，他们翻出了雷根时代那个 Smart Pebble 的老计划，就是不要用大卫星，用一大堆小不拉几便宜的动能拦截器，用撞的。听起来很聪明，但问题一样，面对今天的高超音速飞弹，这些小东西的反应速度、整合难度还是一样跨不去这个坎，因为你的动能不够，你的速度不够。讲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黄金穷的第一个敌人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是牛顿，是轨道力学，是那条你怎么砸钱都绕不过去的物理定律啦。来，好，接下来我们后面这张图终于要上场了，我要把我头再缩小。这个图做的也不是很完美，但没关系，各位开心就好。各位讲到第3章，要提醒各位按赞，提醒各位按赞。那什么按了赞呢？你就可以让这个影片被更多人看到。然后我们的芒果也卖完了，我们的玉米也卖完了，剩下来各位在台风天，请各位赶快下定我们的罐头，我们剩下8组，你把它都买完了，至少你可以确保这一段台风期间呢，平平安安，不用担心。那至于台风之后呢，再说嘛。再不然你就买云章牛肉面，再不然你就买我们关庙面，再不然你就买信公的香肠乐排，等等等等等等。来，好啦。就算物理难关克服了，我们看第3个问题，钱的问题。这次不是总价，我们要讲的是划不划算，划不划算。来，美国现有的飞弹防御到底准不准？那个富士山下邱小姐讲红旗19或者29，但是黄金穷的概念是大气层外拦截，或者是说在进入那个钱学森弹道以前拦截。好，但这个我们不要讲了，这个再讲太多干。这个庸 U6 说相当有幽默感，美国制裁牛顿就可以解决了。来，美国现有的飞弹防御到底准不准？美国国土防御的骨干叫做地基中段防御系统，英文缩写叫 GMD（Ground-Based Missile Defense System）。这就是黄金穷要接手的现有的防御网。他从1999年开始做实弹拦截测试，到现在一共测了21次。各位猜猜看呐？我们的地基中段防御系统不是地基组哦，它成功了几次？21次里面成功12次，失败9次，成功率大概7%，成功率大概7%。好，57%听起来了不起的，要注意2件事。第一个，这是在测试场受控环境下的成绩。什么叫做受控环境？就是他们知道飞弹什么时候射，从哪里射，往哪里飞。有的时候他们还在飞弹上装 GPS 帮助定位。好咯，那这个要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啊。等等，干我的图又给我乱做了，拎阿公嘞。
可恨。你看，你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搞了半天，我差点delay。我本来就想说干再错下去，我今天不做了。就是我的 AI 给我做图的时候一直出包。好，不管啦，这个攻守部分的问题呢，我接下来就要讲。他还要在目标上面装 GPS 讯号发射器帮忙定位。就算这样子还有9次还是9次没打到。第二个，真实的核战不是这样打的，真实的对手会放诱饵，会放一堆假弹头，会用气球混淆你，你的拦截器根本分不清楚哪个是真的。我帮各位把分不清楚真假弹头这件事讲得更具体一点。在真空的太空里一个真的弹头跟一个充气的铝箔气球假弹头飞起来的轨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太空没有空气阻力，轻的重的都一样飞。你的拦截器从几百公里外看过去，看到一堆一模一样的光点，哪个是真的核弹，哪个是几块钱的气球，你分不出来。对手只要在一枚真弹头旁边放10几个假的，你的拦截器就得把11个目标全打掉才保险。但你哪来那么多拦截器？拦截器没有好吗？所以讲白一点，一个在考试作弊的状况下只能考57分的系统，57分，你要拿它去防真正的核弹。黄金琼要做的就在这个本来就漏洞百出的 GMD 上面再叠一层更贵、更复杂、更难整合的太空网。地基导弹的那一层还没搞定，你就往天上叠，这就像是一栋地基会漏水的房子，你不去修地基，反而在上面加盖3层楼，楼盖得越高，垮得越快。Close Fox， 你很久没来听了，是不是？航母上贩毒的新闻，我早前几天讲毒品的时候就听过啦，可以回去翻一下，好不好？文丽说，今天日本东京这边全是战斗机飞过，吵得不行。巨浪3型射到日本经济海域的边缘你说战机不起飞还要怎么样？我明天如果能够成功我讲今天的目标就是明天就做一集分析巨浪3型跟77事变。如果能成功的话，我还要去查那个日本自卫队出动多少飞机，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出动多少艘船，跟美军出动多少艘船。对，我跟你讲，你深入研究就知道，我这边只透露一点点，因为我内容还在准备。你有没有想过，7月6号做导弹射击演习？89年前，日本是在卢沟桥旁边做演习，现在解放军经过89年之后，把导弹射到你家门口做演习。你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随便定的吗？是随便安插的，还是它有它的战略历史意义？请各位再想一想。来，我继续往下讲。最惨的是这个飞弹防御经济学叫做成本交换比，英文叫做 Cost and Exchange Ratio。简单讲就是我攻击你花1块钱，你防守我要花几块钱。如果花1块，你要花100块才能挡住，那这个防御系统在经济学上就是崩溃的，因为对手只要多造几枚飞弹，你的钱包就被榨干。飞弹防御的成本交换比是多少？我找了几份研究给各位看，因为我超认真的。来，今天呢，普林斯顿一位物理学家，2025年做了个模型，他说在最理想对守方最有利的情况下，假设你的拦截器90%命中，而且完美辨识真假弹头，美国平均也要花8倍的钱，这是理想情境。
但如果情境不理想的，8倍是最乐观的数字啊。不乐观的呢，如果把命中率降到50%，而且系统分不清真假弹头，这个倍数会飙到70倍。如果对手还混入大量的诱饵跟伪装弹头，这个数字会落在40倍到150倍之间。我花1块钱造飞弹，你的防御成本是40块到150块。已经射完了啦，样小宝，妈的，你要消息慢人家多少？今天中午12点1分已经巨浪3型试射完了，好不好？来，各位，你听我讲了这个数字之后，你把这个数字放到现实理想里面想一想，中国造一枚飞弹的钱，美国要花它几十倍、上百倍去来。中国只要愿意多造飞弹，而中国最不缺就是制造能力。这场竞赛，美国从一开始就输了。这就为什么我说黄金穷的第二个敌人不是牛顿，是经济学。经济学这门科学冷酷的很，他不管你政治上多想要一面盾，他只算一件事情：你这样花钱撑得住吗？答案只有一个，叫撑不住。而且这个答案不会因为你多爱国，你是川普，多希望他成功就改变。科学终将胜利，只是这一次他胜利的方程式是证明这面盾没有办法达到预算上的需求，好吗？那你看这要搞什么？而且更妙了，更妙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我们把镜头从天上拉回地面，因为就在美国忙着在太空盖这一面盾的时候，真正在改变战争形态的东西，正在乌克兰的泥巴地里面一架一架的被组装出来。我先给各位一个数字，乌克兰前线用的 FPV 啊，就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你看我背后这一张图有没有看了？他把 payload 也就塑胶炸药也都装上去了。干，我人消失了，对不起。那猜猜看，这一架多少钱？平均一架多少钱？578美元，新台币大概18000块。有些极端精简的款式哦，距离射程比较短，300到500美金就可以造一架。西方国家造的同类军规无人机呢，一架多少钱？根据2026年产业报告，报价高到8万美金。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算算看，578元美金跟8万美金差几倍？差130几倍。这就是现代战争最荒谬、最真实的一幕。一边美国在天上挂了7800颗卫星，花1兆2000亿；另外一边呢，乌克兰人在车库里面，在地下室里面用500块美金的零件组出一架能够炸掉俄罗斯坦克的无人机。而且乌克兰不是造几架玩玩，我给各位看规模：2024年乌克兰一年采购了超过150万架无人机，96%是向本国厂商买的。2025年的计划更夸张，450万架 FPV， 预算超过26亿美金。乌克兰的无人机厂商从战前的7到10家暴增到2025年大约500家。对比一下，英国2025年一整年采购了多少架无人机呢？6000架。这6000架够乌克兰在前线消耗多久？16个小时。16个小时。对比一下啦，你就知道了。现在各位懂了，对不对？毛的革命是，我造你1万倍的毛，你的盾再贵，你防不了我。战争的逻辑已经翻转了，不再是谁的武器最精致、最贵、最高科技，而是谁能又便宜又大量又快速的造出来，消耗掉再补上。我用一个比喻，好，谢谢啤酒，这个也不是说知恩图报了，啤酒收了我们2次那个鸭脚布蜂蜜，而且啤酒人很好，啤酒说那没关系，
反正蜂蜜放不坏，我多的蜂蜜呢，我就收着，我把那个款项抖内给你们好了。所以我来看一看啊。什么英国造无人机都不是一次性消耗的，问题是你手上没有一般的 FPV 无人机的时候，你有了，难道你能跟那个部队讲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用的东西呢很宝贵的，不是一次性消耗的，不能用，不能用。搞屁，不是这样讲吧？好啦，谢谢啤酒这个销单没问题。然后李嘉轩也抖内了一个100元。好，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啤酒身体健康，一切平安。那开开心心的继续过下去，多吃蜂蜜对健康比较好啊。好啦，我的 Facebook 又没有声音了，我直接把它关掉算了。妈的，每次开机都给我跳掉，你娘嘞！好，我继续往下走啊。蔡先生去读书，你看不到《纽约时报》对不对？什么别唱衰台湾无人机的潜力，干你娘嘞！妈，那才不是台湾无人机潜力。乌克兰跟波兰进的货是台湾从大陆进口之后贴牌洗产地再卖给他，才是大疆的东西啦！妈笨蛋，是在那边讲哦，别小看台湾，妈你以为我没做功课是吧？你以为我就是想说哇外国媒体这样报，台湾媒体这样报，我就一定要信吗？不是，不是，好不好？来，我再往下讲啊。你现在懂了吧？毛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过去的战争像决斗，两个剑客各自拿着最锋利、最昂贵的宝剑，一对一分高下，谁的剑好，谁的技术强，谁赢。但现在战争是变成一方拿着一把镶金的宝剑，另外一方拿着10000把生锈的菜刀一起冲上来。宝剑再利，砍不完10000把菜刀嘛，砍不完你砍钝砍累了，菜刀原原本本的冲过来。对台湾的启示是什么？台湾一天到晚在讲不对称作战，讲要用便宜东西卖昂贵的解放军，方向是对的，但问题是你的菜刀是谁造的？你有没有能力像乌克兰那样一年造出几百万把自己的菜刀？还是你的菜刀其实也跟对岸同一家工厂买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回来讲，而且答案会让你笑不出来。这个道理连矽谷都看懂了。为什么说矽谷看懂了？来，这个是最新的消息。2026年7月2号，矽谷里面纳瓦尔，很多人都会听什么纳瓦尔宝典啊、纳瓦尔分析啊、纳瓦尔教你怎么做人。结果纳瓦尔在前几天他的直播节目里面直接做了一个内容，台湾有很多人可能不愿意面对，所以不敢报道。纳瓦尔 Ravikant 他在自己的 podcast 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认识的人里面很多是美国国防科技圈的。他说的什么？他说航空母舰在中国的陆基飞弹前面等于报废。还说 DJI 那个做消费级空拍机的大疆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他还说美国刚跟伊朗打了一轮，那种强度的消耗，如果换成打中国，美国的飞弹库存大概7天就会见底，因为美国没有制造业基础。是他原话这样说啊。时间点是在他的节目那个 podcast 的55分钟处，他甚至用了一个很酸的比喻。他说，美国如果想要跑去防卫台湾不被中国入侵，就像中国想从美国手上防卫佛罗里达州的礁岛群一样，整个概念很荒谬，整个概念很荒谬。好啦，好啦，那这个不是我们讲的，那
那个 Naval 也不是轻中卖台吧 ？Naval 就是就他所知，而且我这样讲啊，谢谢出口务说好几天加班没有来，他马上就送了10个万事通事务所的会籍来。Naval 自己的判断是矽谷高科技圈的共识，你看他坐在同一圈的那些来宾，每个人都点头。Naval 还讲他妈，我认识的台湾人没有人想要当兵的，没有人想要打仗的，他们儿子要服兵役，就是在外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一直在躲兵役。他说，所以你说台湾有什么战斗意志？没有啦，不会啦。那好，我的意思是说，Naval 的说法呢，纳瓦尔的说法，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说他是个人看法，但他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这是矽谷投资圈自己人讲出来的话，连他们都看衰这些昂贵的神兵利器，都在说便宜大量制造业基础才是未来。那美国的安都瑞尔呢？那些矽谷军工新贵不是正在重建制造基础吗 ？Naval 怎么说？他说：“我承认 Anduril 这类公司确实在做，但他补了一句说远远不够。”在听直播的各位，记住这句话，连投资 Anduril 看好这个赛道的矽谷自己人都说远远不够，这比任何的外部批评都要重。台湾这些青鸟绿媒呢，就不要急着骂 Naval 是什么中共同路人，是什么亲中卖台的，人家就说一个公道话，不行吗？有种你去揍他呀！来，$578的无人机的毛，讲到这里听起来像是一个便宜就是王道的励志故事，对不对？乌克兰靠着平民的手搓无人机车库创业，打赢了昂贵的俄罗斯，就都马得古拉塞。等一等，接下来这个故事呢，不能用这么浪漫的方式讲，因为这个奇迹的背后藏着一把最冷酷的真相啊！那个这一章，各位要把笑容收起来，因为他讽刺到笑不出来。民主无人机奇迹背后，那个没有人敢大声讲的真相，为什么？得罪了大家的梦想啊！什么意思呢？得罪了大家的什么梦想啊？来，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在乌克兰组装的，没错，9成6向这个本国厂商采购，这是真的。但乌克兰组装不等于乌克兰制造哦。谢谢出口物的留言说，你们这些非洲人赶紧按赞啊！他一直抖内会员，你们都收不到啊。也谢谢叮叮叮的抖内。那来。各位想想，一架无人机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机架、马达、电池、飞控板、镜头、晶片，这些核心零组件来自哪里？纽约时报2026年3月11号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这报道揭露了一个数字，在乌克兰前线的无人机厂商里面，只有大概5%、1/20敢说自己的产品完全不用中国零件，5%哦，很开心吗？剩下的95%呢？机架的碳纤维、马达的磁铁、电池、电路板，几乎全部，而且是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对的，那个邱小姐讲没错，华强北军工。来，在听直播的各位，这代表什么？代表你以为乌克兰在用自己的无人机打俄罗斯，但这些无人机的血管里面流的是中国制造的零件。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里面呢，最冷酷的不是这个数字啦，你看看我背后这个表格，你看一看。报道引述了一位乌克兰的国防采购官员，他说：“我讲东西太敏感了，拜托匿名。”他说是什么东西？他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公司跟俄罗斯的无人机公司经常向中国南方的同一家工厂下单采购核心电子零组件，同一家工厂一边卖给乌克兰，一边卖给俄罗斯。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东莞还是深圳了。
他讲的是不是大疆还是大疆的二级制造商，我不管，但是这是乌克兰人讲的哦，台湾的媒体一点也不敢提，对不对？你他妈到今天以前没听过这个说法。中国工厂老板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多开心！他制定了一套极其精确的生产跟会客班表，目的是什么？确保前来验货的乌克兰采购代表跟俄罗斯的采购代表在厂区里面永远不会迎面撞上，永远不会看到彼此的脸。各位，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中国工厂，红色的灯光下，一条生产线上摆满了无人机零件。这一批货要送到基辅去炸俄罗斯人，下一批货呢要送到莫斯科，要去打乌克兰人。老板站在中间，看着他的排班表，确保这两批卖家错开时间，客客气气，各拿各的货。那你看呢？这是不是很北蓝？但是这是真实的，这是乌克兰的官员说的。干，我们想要切开来，切不开来呀！这就是整场战争最荒谬的真相。中国大陆掌握了全球大概90%的商用无人机零件供应链，它不用选边，它两边都卖。这场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的战争呢，两边的弹药都是同一个地方做的，都是南方工厂，我不知道在哪里啊，不是深圳就是东莞，再不然就是这个哪里，好不管，就是这样。上次还有一个网友跟我讲说啊，你要买六佛画屋哦，去我们那个小镇，我们的县城里面整套东西都有卖。我说你他妈在开玩笑是不是？他说没有，你上网查一查，叽。我说哦，原来是在那边生产的。好，我跟你讲，我这边要很小心的讲一句话啊，我们又不是郭文贵，我们又不是阴谋论，我不是说中国故意要操纵这场战争，故意两边通吃来延长战争，这个意图《纽约时报》也不敢讲啦。我也不帮他推论，干我屁事嘞！妈，我就是一个开源情报分析师嘛，情报没有开源，我就不会知道。我讲的是客观结果，不管中国的动机是什么，客观事实就是中国大陆捏着这场战争双方的咽喉，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拧紧，而且他真的拧过。而且我还是要讲，各位观众。如果你要跟我讲什么神神鬼鬼的东西，你他妈去别的地方讲。我跟你讲，前阵我讲光刻胶，跑来有专门抬杠的网友说什么？我告诉你，中国所有东西都是机密啦 ，EUV 做不做得出来机密，光刻胶做不做得出来机密，所以你绝对猜不准，我们都做得出来，我们只是不告诉你干脑啊！你如果要讲这种神神鬼鬼，跟他妈义和团宗教信仰差不多的东西哦，睡在甲子天下太平，对不对？妈，我不吃这一套啊！你的开源情报没有，我就只能假设没有。就算你说因为你的机密情报透露有，我也不会相信，因为我没有双元认证，就不是科学认定，好吗？不要在那边瞎鸡巴讲说啊，因为都是机密，所以你不知道。好。我不知道，那你他妈怎么会知道嘞？你了不起是不是？你中央军委来这边留言哦，你看习近平戴老花眼在那边按，朱学恒你个混蛋！我告诉你，我们 EUV 的发展是机密，你不会知道，怎么可能？所以我要讲的是，请大家好好思考，开源情报，我们的工作就是开源情报。网上找得到，同时有2个来源，彼此交互认证，我才套。我不会这样神神鬼鬼的跟说啊，我跟你讲，你听说，我听说，不是嘛？就不是这样。好，我继续往下讲。来，飞鸿供应链的真相呢，就是很残暴的。什么呢？看台湾对不对？台湾大赚钱呐、了不起呀、我们在这条供应链里面也扮演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呢，跟台湾官方大内宣讲的有一段落差。看，哎呀，瓦良格号就是乌克兰卖的，好不好？来，这几年哦，西方国家很努力要建立一条非红供应链，排除中国零件的无人机供应链，台湾被寄予厚望，被当成这条非红供应链的重要一环。结果呢？结果数字非常漂亮。经济学人2026年3月的报道指出啊，台湾的无人机出口暴增，2025年暴增749%啊！2025年全年将近销售了12万3000架无人机跟核心组件，经由波兰、捷克转口流向乌克兰战场。到2026年第一季，这个数字又冲到将近13万9000架，了不起了吧？各位，暴增749%，非红供应链，台湾做的不错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起飞了，但是不对。先别急，我们把 DSET 这个智库，还有台湾美国商会的评估，直接分析给各位看。他们揭露的产业底色复杂很多。我那一阵子不是有做过一集吗？讯号断断续续的无人机专题吗？那一天有乌克兰的几百家厂商来台湾，好，这个就不提了。第一个问题呢，台湾的真正无人机产业是什么？转口贴牌啦，什么意思？就台湾有相当一部分的无人机，实质上采用了中国的半成品跟零组件，在台湾做个组装，贴个 Made in Taiwan 的标，就转口出去啦。你以为的非红，一撕开标签，里面还是红的啊！我很诚实的讲，我讲这个不是在看衰台湾，不是说台湾做不出来，我是要提醒做决策的人不要被自己的大内宣骗了。你嘴巴上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非红供应链，结果一验货，电池芯啊、马达都是中国来的，那你这条供应链的非红是假的嘛？真打起仗来，中国一断供，你这条线根本就断了，好不好？断了嘛。第二个问题，碎片化。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是分成很小很小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一堆中小厂商各做各的，系统互不相容，多数厂商提供不了完美的军规导航、抗干扰演算法，而且因为规模小、成本高，台湾煮出来的东西比中国同类产品贵至少2成5。米勒桑说，朱大疆现在不就是钢弹里的纳亚海姆电子公司？但不一样，他只做小的，大的他也不能做。来，所以因为规模小、成本高，台湾组装出来的东西比中国同类产品贵至少25%。那台湾有没有真的能够做到完全去红化真本事的厂商？我不方便讲，因为我个人不太相信。媒体怎么报 ，AI 怎么信，那是你 AI 的事，我不信。所以能做到真正完全去红化的厂商呢？为什么一直被爆各种各样点名，然后要告人？就是因为背后水很深，就是这样，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台湾的真实处境是什么？台湾的真实处境不是一片空白。谢谢 Violet Donate 的猫猫按赞。台湾现在更像是一个供应链的拼图节点，一个转口站，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标准化、规模化、全产业链去中的成熟战时体系。很快啊，这个灰色地带马上就引起了北京的报复啊！2026年4月24号，中国商务部发布了第20号公告，用参与对台军售或跟台湾搞军事公联当理由，一口气制裁了7家欧洲的国防航太企业。这份名单包括了德国的感测器大厂 Hensoldt、
比利时的 FN Herstal 就那个 FN 步枪那家，还有好几家捷克的公司。你看懂商务部的概念吗？商务部精准的打在欧洲、台湾、乌克兰这一条防务供应链的节点上面，他在宣示性的告诉整个欧洲工业界啊，你要么跟台湾做代工贴牌的生意，要么用我中国的基础材料跟稀土磁铁，2选1。你要这个没那个，要那个没这个，看你啊。所以当党告诉你说我们就做生意，不要做过度政治联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政治联想。这7家企业的名单就是最精准的政治讯号。来，小弟呢，好歹是魔界的翻译者啊，看看我身后的2个笑得可灿烂的人，这个人是谁呢？但等等，我要先念个抖内，妈，我都忘了。各位，妈，明天的那个直播要不要讲7·7事变跟巨浪3型？以目前的目标看起来，只到1/4耶，各位太不给力了吧？来，我先念的抖内哦。坏掉龙九说，请支持随身式酒精叉担任阿鲁巴老猪冰干站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哈尔滨水饺真的很好吃，我强烈建议各位赶快下单，趁着这一段时间把它寄到你的 7-Eleven 取货之后，冻在冰库里面，让你台风时候有东西吃，好吗？弥勒闪说，朱大去看大有克洋再见的武器的动画，那个无人机比较屌。你说这个动画呢，我一边就给各位再看看我的自己做的红眼机甲兵，因为我其实在看的是那个虚渊玄的 Obsolete。好，先不管，你们就看那个红眼机甲兵动画。来，乙说他到了，这个 Sylvia Chang 也说他报到了，啤酒说朱大封面款项已抖绿界，返领查收没有问题，我也收到了。出购物说这几天加班都没空上来，赶紧补上，各位赶紧按赞，要来送会员啦，送啦。谢明峰说跟上，这个嘎嘎咪咪口说赶紧抖一个咪了上，然后 Violet 又跟上了，但是目前抖内只有1/4啊，明天可能看起来讲不了了。来，我们讲到台湾的采购呢，一定要开开心心跟各位讲一家公司。还有我特别有感触，它的名字，这家公司叫 Endurio， 安都里尔或是安都瑞尔，是矽谷的军工新贵，创办人是一个叫 Palmer Luckey 的年轻人，就是他当年搞的呢，是所谓的 Oculus VR 头盔。这家公司现在有多红？2024年8月估值140亿美金。2025年6月涨到305亿美金，2026年5月估值翻到610亿美金，呀，帅吧？老子现在要讲 Endurio 啦，各位可能有些老朋友知道，我年轻时候翻译过《魔戒》，1/4个世纪，25年以前呢。Endurio 这个字呢，在托尔金的原著里面是一把剑的名字，人皇亚拉冈再把那一把断掉的圣剑纳西尔重铸之后，新的圣剑的名字叫做 Endurio， 西方之眼 Clan of the West， 意思说我是西方圣剑，我他妈要杀你东方野蛮人呐！出购物说我想听朱大讲7·7事变啊，那请大家赶快抖内好吧？目前抖内的这个量不太够啊，长官。Mars VIP 说 Palmer Luckey 就是在深圳混的，是不是？这个我不知道。来，这个 Peter Thiel 跟 Luckey 这些矽谷人特别爱用托尔金的东西命名。Thiel 另外一家投资的公司叫 Palantir， 我翻作针织金球，就是魔戒里面的萨鲁曼抢来，然后被索伦污染的，看到世界任何角落的水晶球。上个月股价跌了25%吧，而且我也准备再做一集讲 Palantir， 但我现在收集资料。好了，谢谢出购物又抖了10个会员了。
来，他做 Palantir 做的是大数据监控平台啊 ，Lucky 这一家用西方之言就代表西方正统王权复辟反击黑暗世界的圣剑来命名它的自动化军工中心。哇！我当年林北25年前在书桌前翻这个名字的时候，完全没想到有一天这把西方之言会变成五角大厦的采购清单，甚至他跑来台湾给我开办公室，跟顾立雄合照嘞，这感觉很奇妙啊！这感觉很奇妙啊！那是怎么搞的呢？来啊，感性的部分讲完了，接下来西方之言到底利不利 ？Endurio 的产品到底利不利呢？Endurio 的主力产品就是大型重火力的叫 Altius 600M 管射式自杀无人机，台湾买了。2025年8月呢 ，Lucky 亲自跑来台湾交付第一批，到2026年3月，中华民国陆军一共接收了291套 Altius 600M， 整包合约总价3亿美金。我们来看乌克兰。这把西方之眼在真正的战场上表现如何？哎，我们看实战哦，不要看台湾。台湾妈每次大内宣都跟你讲什么东西卖了，都说超棒，哪有甲方帮乙方夸奖的啊？来，我们讲它的表现怎么样？乌克兰的特种单位 SBU 早就引进 Altius 测试过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款无人机在俄军强大的电子战干扰下，表现非常不理想，常常通讯中断、制导失效、坠毁或打不中，严重到什么程度？乌克兰的前线单位在2024年基本上停用这款无人机，之后就没有再大规模的部署。在听直播的各位，听懂这个荒谬了吗？乌克兰那个全世界无人机实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在2024年就嫌 Endurio 不强，就停用了系统。台湾在2025年、2026年高价买进了291套。谢谢叮叮叮的抖内，我很公平的讲一句哦，针对这些批评呢 ，Endurio 官方有反驳，他说前线的挫败是我们快速迭代、高频失败的研发文化一部分，就是我们跟 Elon Musk 一样啊 ，SpaceX 的火箭一直炸，我们也会一直做。我们无人机的坠毁呢，就像 SpaceX 的星舰试飞时爆炸，失败是为了学习。有工程师团队常驻乌克兰改进，厂商这样说，我照实讲给各位听。但是我也要讲另外一面。2026年6月3号，台湾的天马超演，国军第一次用 Altius 600M 打海上移动目标的实弹射击。在没有干扰的模拟海况下，命中率100%，厉不厉害？真厉害！那到底怎么样呢？随便你，好，没关系。但是我们再看看这个 Altius 600呢，本尊就是长这个样。那好啦，命中率100%了不起，对不对 ？Palmer Lucky 最厉害啦，了不起呀！那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天马超也没有干扰哦，然后在演习状况下，那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完全没用。它在无干扰环境下是能打的，问题是真打起来，敌人会让你在无干扰环境下慢慢瞄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电子战就是专门用来让你的无人机在有干扰环境下打不中。天马超演那个100%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乌克兰那个停用是在台风天的大海里面游泳，这是两回事啊，这是两回事啊。而且 Endurio 自己的测试不是都很顺哦。2025年11月初，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埃格林空军基地，一场测试里面，2架 Altius 接连出事，一架直接从8000英尺的高空俯冲坠地，另外一架在另一次测试中应该是失速螺旋下坠，无法恢复。
这都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啦。Anduril 的回应还是同一套，我们是快速迭代，失败是必要的学费，我们是矽谷模式。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不是要说 Anduril 是骗子，我没有要这样讲。矽谷这种快速失败啊，这种迭代的数字呢，我可以理解的，在做软体、做消费电子的时候确实很有效。问题是飞弹跟无人机掉下来是会死人的，是关系到国防的。你用做 App 的心态去做武器，快速失败听起来很酷，但如果那个失败发生在台海真正开打的时候呢，那就不是一次测试数据，是一条防线的崩溃啊！在聊天室里面，我知道有人在问价钱的事情，这个我要小心讲。因为台湾有可能买到比人家贵的东西。来，这个在野的立法委员在直播里面质疑过，就黄国昌啦。但是黄国昌被民众党非常聪明的2年条款弄下来之后，连订阅人数都在往下降，但是扯远了，我们不讲这个。他说每一架单价超过50万美金，美军在中东用的同级机才1万多到5万多美金，质疑我们高价买了美军实战都不用的东西，这个是公开资讯，我早在黄国昌直播之前就讲过，但是没有关系，我也不是什么人嘛。来，那黄国昌也有讲啦，在台湾测试的时候8架掉3架啦，那立委原话的调呢？这个有军事记者说是8架里面3架因为技术问题没有命中目标，但这个不是重点的，这个随便，因为那个都是训练，都是演习而已。但是重点，采购价格正不正确，监督怎么做，那都是他们说的。单价的部分要深入讨论，是公开报道把它初估成每架约100万美金。然后说比乌克兰2023年那个合约贵了2倍半，但是我要诚实的说，就 Anduril 可以这样辩解，我们找不到缝隙攻击，3亿美金除以291套是每套的包案平均价，里面包含了训练备料、支援整合，不是一架裸机的价钱，所以贵2倍半这个说法，因为两边合约的规格配套不一样。我拿不到合约正本，我没有办法简单相除硬笔，保守一点，不然妈又被抓去关。但是我们把这些争议都放一边了，有一个结构性的事实跑不掉的，台湾花了不小的钱买了一个在世界上实战经验最丰富的战场上已经被停用的设备，那这到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就是等价交换啦。你付的多少钱，拿到的是什么？我们要讲清楚嘛。来，我跟各位说，本人做这一集其实很开心，因为我是拿科幻的逻辑跟各位分析。身为一个老阿仔啊，我用最熟悉的方式把各位把前面所有东西串起来，我发现一个很有趣也很毛骨悚然的事情。黄金琼的这个结局，科幻作品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帮我们写好了结局了。我讲2部作品，第一部是日本漫画家神堂润的《红眼机甲兵》（Red Eyes）。这一部呢，我一边播，各位一边看，你就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台湾有出这个漫画，东立出版的，里面有个战略防御系统，叫做欧必达之眼。这个系统跟黄金球几乎一模一样，一套全自动的太空拦截星座，罩住整个世界，号称万无一失。但漫画里面这个欧必达之眼最后怎么了？最后呢，我不要泄露结局，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红眼机甲兵这些单兵作战的原因，就是因为空中整个所谓的空优已经被欧必达之眼给封锁了，所以只好靠单兵作战。各位，你听懂了吗？一套纯防御的系统，因为它同时具备从太空往下打的能力，所以它本质上也是一套进攻武器。这正是今天国际军事专家最担心黄金琼的地方。什么呢？
就是他把防御跟进攻的边界模糊了。这种系统极容易诱发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你以为你在盖黄金盾，但别人看到的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二部作品更狠，是日本鬼才虚渊玄原作的 3D 动画《Obsolete 机甲世代》，2019年在 YouTube 上面连载的。这部设定是什么？外星商人来到地球，跟全人类做一笔公平交易。你只要在地上放1000公斤的石灰岩，我就给你一具有意识控制的通用型机械人，叫 Exoframe。这种机甲超便宜，人人买得起，结果它迅速在全世界的冲突地区普及，彻底颠覆了传统发达国家的军事优势。你花大钱造的军事系统啊，比不过这个机器。在这些便宜机甲的人海战术面前，一文不值。故事的主角，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慢慢觉醒，发现了一个真相：这个看起来公平便宜的技术转移，本质上是外星商人对人类文明的一场战略窒息。因为所有人都用他的机甲，都依赖他的技术，等于所有人的咽喉都被他捏在手里。在听直播的各位，这是不是跟今天的局面一模一样？西方组装了数百万架便宜的无人机，看起来是自己的力量，结果基础材料、铝磁体、电池全部被东方大国卡死。虚渊玄在2019年写的科幻预言，2026年在乌克兰一字不差的上演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科学终将胜利，不只是物理学跟经济学会证明黄金穷入不敷出。连科幻小说家的想象力都早就看穿了这整个结构，因为好的科幻从来不是在预测未来的科技，是在预言人性的困境。而人性的困境，40年前雷根那场戏，40年后川普这场戏一模一样。来，进入结论之前，我要讲最后一个面向。当这一面盾在往外太空延伸的时候呢，你马上就会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格陵兰一直被拿出来讲？川普手上地缘政治的勒索攻击也出来了。2025年5月2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黄金穷，他讲了什么？他说这个计划本质上是要建立一个无约束、全球性、跨领域的进攻性军备体系，所以解放军已经定调了。你说是盾，但是我觉得你他妈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有极强的先发制人打击意图，违反了联合国外空条约和平利用外太空的原则，会把外太空变成新的战场，引发太空军备作战。各位，我这边要公平的讲，这是中方的官方立场，他已经定调了，他有政治目的，但他点出那个技术问题，黄金穷的太空拦截器本质上就具备了从太空往下打的进攻能力。这个疑虑跟前面第8章我们讲的欧必达之眼的隐喻是同一件事，这不是中国自己瞎讲，这是这种武器系统真实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嘛。我说它是一个盾，但是我可以拿盾牌打你的头啊。然后川普把这面盾变成了收保护费的工具。2026年1月14号，川普开记者会说，为了防范来自北极上空的飞弹威胁，美国必须实质控制格陵兰岛，在那边的太空基地的部署黄金球，因为北极核心枢纽在那边。接着，他对加拿大开价了，他公开要求加拿大必须在2026年底之前呢，付给美国610亿美金，当做加入黄金穷防御网的份额。然后他还说一句很川普的话，他说：“如果你加拿大不想要付这个钱的话，你可以选择直接被并入美国，变成美国第51州，这样就可以免费享受这面金盾的保护啦。”各位，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保护费啊！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 Bob Wright 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的时候，一点都不留情面，直接把川普这番话呢比作黑手党式的保护费勒索。
我跟你讲，这才是黄金琼最真实的政治面貌。他对外宣传是一面保护美国人民的盾，在实际操作上呢，它是一根铁锹 crowbar， 用来撬格陵兰的主权，撬加拿大的钱包，撬盟友体系最后一点体面。而且这面盾呢，一旦真的往上盖，还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你美国在太空部署了几万颗有拦截能力，也有攻击能力的卫星，中国跟俄罗斯会怎么想？他们一定会发展反卫星武器去打你这些卫星嘛？你为了保护卫星，又要发展更多的防御，对方再升级，这就是典型的军备竞赛螺旋了，一圈一圈往上绕，把整个外太空变成新的战场。毛宁讲的那个外太空军备竞赛，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这个技术逻辑是真的。各位，你看清楚这排棋吗？不要再叫台湾富了啦！靠北，台湾没有钱呐！所以各位，你看懂了吗？黄金琼对内是在内政上面对不起账的一个财政无底洞，对盟友是一根收保护费的 crowbar， 对对手是一个引爆太空军备竞赛的引信。他同时得罪了纳税人、盟友跟对手三方，而他唯一服务的是美国想要重新掌握战略主导权的那个政治欲望。只要美国说这是为了保护盟友，你就要看清楚，他其实是在对盟友开价。这面盾保护的从来不是别人，是美国自己的战略主导权，账单寄给全世界啦，妙不妙？好啦，简单来讲，我们要做结论啊。各位，你把今天到目前为止所有东西连结在一起，答案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了什么？我们今天讲了一面盾，就是川普的黄金琼，是雷根星战计划的续集，一个被喊到1兆2000亿美金，连美国自己的精算师都算到破表的计划，一个在物理上要在低轨挂到3万颗卫星，经济上首方要花攻方上百倍成本的无底洞，一个在测试场作弊只能考5成7命中率，那要拿去防真核弹的系统。靠北嘞，妈，台湾很有钱，我没钱呐、妈，我现在连机票都买不起，好不好？有多可怜？没有钱。我最近好不容易有一张千账卡可以用了，好不容易可以开始叫 Uber， 叫 Uber Eats， 但是没有钱，还是没有钱。我还在存呐、来，各位赶快吗？你那个抖内现在才20个分额，你才抖到8个人。今天是怎么样？大家不想要听巨浪3型跟7事变的分析是不是？那不想听就不想听哦。但预防万一，我赶紧先把那个收红钱的这个东西贴出来，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有支付宝，有微信抖内，请大家赶快抖内啊！狗皮膏要先上了，不然没有钱。来，我们也讲了现在的矛与盾大对决，乌克兰那架578美元的 FPV 无人机便宜大量快速迭代，把昂贵的精致武器打成过时的古董，连矽谷投资圈的自己人都说，昂贵的神兵打不住，便宜的海量才是未来。但如果这一集只讲到便宜的矛打断昂贵的盾，那太浪漫了，太不万事通了。因为真相的最后一个解剖刀是这个，这支矛跟这面盾血管里流的是同一批零件。乌克兰的无人机是中国制造，乌克兰组装，只有5%的厂商敢说完全不用中国零件。台湾的出口呢暴增749%，是中国零件台湾贴牌，撕开 Made in Taiwan 的标里面还是红的。
而那个卖零件给全世界的中国工厂老板，贴心的排好了班表，让来验货的乌克兰买家跟俄罗斯的买家在厂区里面永远不撞脸。各位，这就是等价交换最冷酷的一刻。美国想要一面完美的盾，代价是1兆2000亿的无底洞跟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物理难题。真相是黄金穹盖不起来。科学告诉我们，经济学一面倒，站在便宜大量的毛那一边，毛赢了，盾输了，这是数据，不是立场。但问题是当所有人都在造这只便宜的毛的时候，你要付什么代价？代价是你的咽喉交到了那个卖零件给你的人手上。你以为你在用自己的武器打仗，但只要对方一断供，你的兵工厂明天就停摆。你看 L 小戴说的很有道理啊 ，One doesn't need to have a scientific mind to know things takes time, money, and effort to work， 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需要有科学思维也能明白啊，做事情需要时间、金钱和精力。从基辅的战壕到台北的101。中间连着一条看不见的线，这条线的两头插着同样的中国制零件。只要中国大陆一断供，兵工厂明天就停摆。在听直播的各位，这件事情对台湾的意义我再讲直白一点。我们花大钱跟美国买了西方之眼。买了那些矽谷军工新贵的昂贵玩具，一部分是为了政治，为了向美国表态，为了买一张保护的门票，这个心情我懂。但你要清楚，你买的这些东西呢，第一，可能是别人战场上已经淘汰的；第二，就算你想学乌克兰自己造便宜的。你的零件供应链还握在对岸手里，这就是台湾真正的困局啊！我们嘴巴上喊不对称，喊国防自主，但是很抱歉，你喊了半天呢，我们既没有乌克兰那种一年造几百万台无人机的底气，而且我们说出来的什么飞鸿供应链。又妈一大半是在骗人，那你到底要骗谁呢？我们买贵的进口神兵，买到的是二手货，是人家不要的。想做便宜的自制无人机，做出来是贴牌货，两条路都把我们逼到一个墙角。而这笔账最后会由谁付呢？不是今天在做这些采购决定的人，是下一个时代，是10年后、20年后真正要拿起这些武器站上这条防线的年轻人。他会发现呢，前人留给他们是一个又贵又不能用，供应链还被人家捏着的烂摊子。这就是等价交换最残忍的地方。做决定的人跟付代价的人不是同一个世代的人。而且，当你把钱拿去买无人机的时候，你没有钱拿去发展 AI 的啦。不知道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办呢？原说我直接抖1500补足可以吗？可以啊，那你就抖到绿界去了，也不用在这边抖，因为这边抖嘛，一次抽3成，抽到我根本没赚到。你抖了绿界之后再跟我讲，好吧？所以啊，40年前，雷根在镜头前用一场没有打算实现的星际大战，把苏联拖进了军备竞赛。40年后，
川普在同一张椭圆办公室的椅子上，用同一套太空防御的幻想演这场戏的续集。差别是这一次导演跟我们以为的不一样，真正握着剧本控制节奏，决定战争能打多久的，不是华盛顿，也不是北京的中南海，是那个在深圳的工厂里面看着班表，确保两边买家跑来看不撞脸，不会碰到彼此的那个老板啊。那你看，你说现在只有这些无知的青鸟会相信我们有绯红产业链，我们有，实际上你没有啊。我真的觉得很无奈啦。我们今天是有一说一，好了，圆圆也抖了2个目标，谢谢你，但目前还差8个。3D 验要材料啊，但那个材料很便宜呀、所以啊，现在乌克兰有一些定做的无人机哦，4周之内可以做出来，就是你从下订单到送到你前线的飞手手上，4天就做出来。来，黄金球再贵，盖得再高再严实，你也罩不住这个真相。你炸得到船，拦得住弹，印得出1兆2000亿的预算，可是挡不住一架$500里面装了中国零件的无人机啊！真相总是伤人，而这一次，他伤的是所有以为自己站在正确供应链上面的人。今天的黄金琼与安都瑞尔就到这里啦。各位，我已经贴出来我们的这个狗皮膏药啦，这个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各位赶快抖内，可以把这些，跟各位讲，稀土没办法列印哦。来，我们今天白小洛想听抖个小目标，我们家1半都是民革的，我靠，这可不是红钱哦，不是哦，不是这样子的，白小洛，来，朱大机票基金还差多少啊？我还差个几千人民币啦。别忘了，妈去那边要住饭店，好不好？要住酒店，快要了，TXL，我快要存好了，存好我就出去玩，好不好？他妈已经3、4年没有出国了嘞。PXR，谢谢你，懂内。没有啦，那个3D 打印就是冲速度啦。你说结构什么东西？靠药，吓死我！谢谢网友抖了1元。真话总是残酷，真的。什么什么名？这也是老朋友啊，但他不是每天抖啦，也不能要人家每天抖。抖一个774变是吧？哦，这样子其实应该标已经达成了。什么什么名说我们台湾总是不愿意面对真相，干这怪我咯。我也觉得很无奈啊！你不愿意面对真相，为什么要这样瞎搞？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那个无人机适合用3D 列印？好了，也有云股东又抖内了一个额度，可以，达标了，明天就讲774变跟巨浪3。没有，
为什么？因为无人机就是自毁，它就是啪嗒一下撞上去了。你只要能飞3到5公里，它的器材不要散架，能够扛得住，能够撑得起，譬如说5公斤、10公斤的塑胶炸药或是高爆炸药就够了。圆可以了，这个你就不用在绿界抖了，应该目标已经达成，因为对岸的网友跟我们这边的那个绿界的信用卡也抖了3个目标，对岸网友也抖了4、5个目标，抖了 ，OK 啦。巨浪3什么？巨浪3是洲际弹道飞弹，这个海基的中继弹道飞弹。一是呱呱说补一点猪大的机票钱，没有5秒钟啦，妈，他有2000公里射程的无人机耶，你妈飞5秒钟嘞，你枪都还没打完，妈那个无人机就炸了哦，搞屁呀，不要乱扯啊！谁呀、妈，我住4季干嘛？干3000一晚住全季吧？哎，我以前是住如家，好不好？谁跟你在准备很贵那个东西？但是因为我现在人，我以前是请对岸的网友帮忙订啊，我现在对岸没有员工了。我以前有干复旦大学，然后读到剑桥的员工，你看我以前多屌。但现在没有人帮忙订，我自己要想办法。就等一下，等一下，好吧？不会做很贵的东西的，靠北。谁妈还做海景房呢？你想太多了。原说因为我不会用绿界，手脚很慢，没关系，不用了，不用，没有，够了，够了。阿彪，我连如家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真心如此。因为以前，譬如说我去合肥，都住那种烂尾楼的5楼，干我所有行李要妈拿楼梯，因为没有电梯，从楼梯爬到5楼，然后跑去中科大演讲。住汉庭，侯汉庭的汉庭，我知道，听说汉庭好很棒。我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他每次去中国大陆都是开车，就是 A 地买一台车，然后 B 地二手卖出去。如家还有对不对？对啊，我觉得干净就好了。妈，就住我，但是网络快不快，我可能要测试一下。我打算如果要出国，每天都要直播。好，哎呀，干，拖太久了，赶快，现在不要再瞎扯了，现在赶快可以开始投票了。哎，就是那个很凶员工，但蛮正的。可是人家现在也已经是一名少妇，我们就不要再多说了。来，各位，今天的内容，你如果觉得内容好，写的也好，请投1；如果你觉得内容好，但讲不好，请投2；如果你觉得内容跟讲都不好，请投3。快，投！我觉得如家很划算呐、100多块而已哎。敢申请什么 IHG 万豪自选假日饭店便宜，那个要问刘冠超，他妈他连点数都花钱买啊，那1年不是有几10天的免费，好不好？维尼2025说支持出大，要对抗要好好发展，而不是用个贴牌自欺欺人，换 DJI 就是飞口。我跟你讲，这他妈太胡烂了，各种胡烂。妈，我10年前员工，现在不是少妇是干嘛？老妇吗？什么？不要再说我，就再说吧，再说。等我先有钱去上海，才能找以前的工作伙伴。沈毅就是大陆民居证，干你小心他骂你哦。锦江很久没去住过了，赶快，哎，投票了没？投票了没？去南方跟北方，我等一下要规划一下。千玺去亚利桑那卡要紧，傻了才对抗。用了 Fable 没有啊？我快把 Fable 的额度用完了。我以后打算投靠一家公司，他帮我出所有 AI 钱，我就为他做牛做马。谢明峰说，下次红钱贴纸可以早点上，不要了，看起来很丑，好不好？
去住洗浴中心，干东北，对不对？我觉得 Fable 还好，我今天就遇到我的那个 Cloud 的 AI 发疯，所以你说好不好？没有，但是我还是坚持要那个几率分散。好啦，各位就这样子啦，就这样。秋天来杭州干，杭州妹子多，但是现在这个对我来讲，妹子多不多与我无关呐。好了，各位跟各位说拜拜了，拜拜拜拜拜拜，我等下赶快要做字幕，好不好？最近又回到剪映做字幕的时代了，就这样子，拜拜拜拜。